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Caroline 啊，VP of Marketing AppFlyer，Caroline 你好。Hello，周友你好，咱们硅谷呃，帮听众们大家好。好，另外一位是 Tina 啊，Tina 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是最近刚刚晋升的 VP of Growth 啊Ninja One，欢迎你 Tina。谢谢导游Hi Carolyn，很高兴被邀请到这里，非常荣幸。恭喜 Tina。恭谢谢。喜恭喜！对对，今天我们这个聚在一起讨论一个稍微有点时事性的话题，就是小红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对吧？1月份1月19号，那个 TikTok ban 的事情，在这个被 ban 之前，就出现一大批 TikTok refugee，然后疯狂的在找一个 alternative，然后 somehow for some reason。很多人就涌入了小红书，然后这个一发而不可收拾，瞬时这个小红书的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下载量瞬时冲进这个第一名，对吧？然后上演了一出泼天的富贵的戏码，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又反转了，结果1月20号，这个Trump 又通过行政命令 extend 了这个 TikTok ban，然后 TikTok 又回来了。结果当然肯定很多用户就又回到了 TikTok，但是也有很多用户继续在小红书留下来，去跟这个小红书的用户就交流沟通。就是本身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有意思，也兴起了一波这个风波吧。但是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去讨论。我觉得最开始我们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因为 Caroline 你在 LinkedIn 上有去分享，你从一个 market 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泼天的富贵，肯定它不能是纯运气，它一定是 something happened。就是据你观察，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们是值得去注意的呢？对，这个里面有几个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让我观察到的几个点，第一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用户。美国这个很多不讲中文的这些博主纷纷跑到小红书上，然后自己写视频，自己做视频说，你们不是不让我们用中国的 APP 吗？我们不在乎，我们就是要选一个中国的 APP。这个让我们要 我觉得很 hand over our data to China。非常叛对。逆。对，非常叛逆，就有点像这种家里有这个十几岁的小年轻，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感觉。你越让他不干什么事儿，他越要反着来干，这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人的自由主义。然后第二点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是左右 Tina 咱们三个人聊天的时候，左右你观察的特别仔细，然后也提醒了我，就如果用户去咱们那个 App Store 去搜 TikTok 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付费广告其实是小红书。是的，因为这个说明小红书布局已久，它并不是就是突然一下子早上起床刷个牙，莫名发现自己就承接了泼天的富贵。他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他有意识的在花这个钱。然后听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很多这个Apple Search Ads，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费用方面的一些心得，但就我了解的话，ASA 就是 Apple Search Ads，也就是这个付费广告在 App Store 里面其实不是一个最便宜的一个挺贵的，尤其是手段。你要买 TikTok 这个关键字。对，对，那个这个我没有具体的这个 data，做这个关键词，但是一般来说，你要去 bid on competitor keywords，一般来说这都是最贵的 category 之一，对，因为你要从 marketing 这个 funnel 来考虑的话，对吧？就是当你嗯。去 search 一个 brand，就是别人的 brand，你是在最 lower funnel 你一般三个 funnel 就是 problem aware 然后呢 solution aware，最后是 brand aware。所以你最下面的这一层其实最贵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小红书也是很有这个魄力去投这个词，而且Zoil 你当时 search 了好几遍，它都是在上面，也就是是的，说它的这个 percentage 也非常高，那你就买乘一下这个 spend 就很这话大，费是不对。低的。对，然后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先第一批这个其实好几十万呢，对吧？我记得没错，好像是五对，50还是70万的博主，
大概也就2个礼拜左右，全都搬到小红书上来了。他们好像其实还是带着一定的调性，他们并不是所有的 TikTok 的博主都来了，我感觉是偏向于这个音乐，然后偏向于这种娱乐，就是感觉他们从这个可能从2个平台的互通性的角度也有一定影响，因为有一些博主他们在 TikTok 上讲，比如说炒美股啊、炒股票的那些，他们并没有都过来，然后那些分享穿搭呀，然后这个美食啊，还有音乐啊，这些博主好像来的比较快，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波人来的一个途径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就那几天，我特别进入了几个 TikTok Refugee 的那个聊天室，我就问他们，就是你们是怎么来到小红书的？就是你们从哪里获得的信息？因为小红书是个中文的 app，没有人告诉你是，但凡绝对不可能在 App Store 主动下载一个小红书的，你不可能懂中文嘛。他们嗯。说 TikTok told us to come here。我开始没明白，我说 TikTok 也没有干这事儿，对吧？TikTok 为什么要干这事儿？不太可能是 TikTok 自己干的。后来仔细想，其实是有一些influencer 或者是 creator 在那个 TikTok 里，他们开始号召大家来到小红书，然后通过他们的影响力，然后这个就 spread out 出去了。所以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你可以发现它这个人群肯定是有 similarity。因为可能就是共同关注了某一个博主，或者他们的兴趣爱好是类似的，所以你会发现来的人群是偏向于某几个类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说什么人我来还是不来，可能就是一个similarity 这个方式接触到的这个信息，然后就导致了很多人过来。对，而且嗯我觉得 Carolyn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刚开始的1、2天，就是刚刚它爆火的时候，其实很多嗯都是所谓的草根儿，嗯TikTok refugee 到了小红书上，然后逐渐的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大 V 也过来了。就嗯，是我感觉它非常符合一个这种比较自然的go virus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但是最初的那个引爆点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是广告，对吧？也有可能是一些 intentional 的小红书的一些布局，或者是 by accident。但它后来的这种先草根儿再大 V，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循环，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就能就是爆炸性的增长。对，听了对，说的这个，说到我心坎儿上了。这个我们做营销的人，天天都在想怎么样搞爆款。对。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假设我们今天是发一个新的游戏，或者说一个新的产品，其实的确要想明白我们如何借助网红的效应去带动一个这个蝴蝶效应，对吧？这个整个趋势的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真正的大 V。他们会比较谨慎，他们不会马上就开始行动。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是品牌，假设我今天是小红书的营销人，其实我的确就应该比较，就我们英文说 intentional，就是比较有目标性、有这个有计划的去找那种可能是 C 级的，甚至都不是 B 级的，是什么 C 级的，或者说 Tier 3的这样的一些博主，跟他们给他们一些那个实惠，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其实是可以先做这件事。必须得先扶持一批种子选手。所以对我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没有，我就想说，我后来就发现很多那个甚至不仅仅是 TikTok 大 V，包括 YouTube 大 V，就是你在常常见过的非常熟悉的面孔，比方说你有一个博主是变那种空间魔术的，就是拿一个什么一个实体，比方说是个瓶子，结果突然通过各种手段变成一个面包可以吃，就是也进入了小红书，还有那个很多 NBA 球星。包括像比方说Steve Curry 也去了小红书，就你会发现他这个慢慢的就带动一大批这个大 V 去到了小红书。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会待多久，但是他们的在这个媒体上的效应是非常巨大的，瞬间就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粉丝，因为他们都是非常celebrity 了。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运营团队是一定不会放弃这块
这块市场的。一旦你聚集了这样的粉丝，没必要放弃，而且这个很快嘛，对吧？这个几个星期就有这样的关注度，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很多草根用户，TikTok 好了以后他离开了，我觉得很多大 V 可能甚至就还会留下来，因为他是专业团队在运营，他不需要花他本人的时间，所以 it doesn't hurt。对，从 Tina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小红书上的一个挺大，就是是1万多粉丝的一个博主，非常羡慕。想请问一下，你从博主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你是除了小红书还有没有其他平台也发内容？就是我的问题是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TikTok 的博主，那我来了小红书。然后，哎，我看看现在 TikTok 又能做了，我再回来小红书发内容，就说这个分发的这个工作量是1倍的工作量，还是只是多一点点工作量？对，然后首先我是只是在小红书上，而且我属于怎么说吃到了一波流量红利。虽然我粉丝非常的少，才1万，但是我是在很早的时候，在4、5年前吧就开始做小红书，然后我积累粉丝也是主要在一年之内，就是当时做的一年之内，现在有点儿荒废了。然后说到内容分发，我觉得如果说你有一个短视频，其实你在不同的这种 platform 上去发的话，其实这个需要的额外的工作是很少的。尤其是大家的习惯其实越来越趋同了。你无论是刷 TikTok，还是刷小红书的那个视频，还是刷这种Facebook 的 Meta 的那个 Reel，对吧？其实你都是很正常的习惯了。连 LinkedIn，我感觉它现在有时候我刷着刷着，怎么感觉哎，这是 LinkedIn 吗？还是这是 TikTok？就是大家都开始有一种这种习惯的趋同，就是还是根据用户的这种习惯。那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分发的额外的工作量是很低的。然后其次是作为一个早期的过气的小网红，我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小红书上，我觉得小红书的算法对于新人或者是所谓的草根来说是很有优势的。我当时做小红书的一个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在家，对吧？有时间去创作。另外一个是我想我自己做 marketing，我就想看，哎，那你 market 自己有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呢，我就是大概是到第3、第4篇的时候，我就有好几百个粉丝。然后好几百个虽然听上去很少，但这些人非常的engaged，就是他们的跟你互动的这个频率很高，给你点赞啊，给你转发，给你收藏，你能感觉到哇，这是一种非常有回报的那种感觉。Carolyn 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各个地方做各种各样的演讲，然后我就感觉哇，他就把我吸引住了。然后其实我从来没有从小红书上赚过钱，但是呢，我当时就非常的有热情，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一连做了很长时间，基本上每天或者每2天都发。然后停下来的原因也是在于它这个分发的机制。小红书我觉得它有一种新手友好的感觉。就是它虽然也有很多的大 V，但是听上去也跟一些朋友聊过，其实他们去维持这种热度和这个流量是非常困难的。而你不断的会看到那种几千粉丝或者几百粉丝的那种号，有上万点赞的 post，就是它的分发机制，我觉得它越来越平均化，然后新手友好。这是我对于小红书的一感觉，就是它为什么能吸引到很多这种草根的创作者。所以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当这些 TikTok refugee 进入小红书以后，会形成这种爆炸性的效果？就是他们突然来到了一个环境，发现这里人哇怎么这么友好，怎么就语言都不通还要跟我们互动，对吧？然后就觉得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欢迎，然后在这个 spread out 这个 like word of mouth，然后吸引了更多的人进来，是不是跟这个小红书的分发机制其实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那个按照刚才 Tina 分析的那个逻辑的话，的确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它的这个逻辑跟我感觉跟 TikTok 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 TikTok 也并不是以粉丝量为主，它是根据大数据推算，然后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然后根据这个内容本身的一个就活跃度和用户粉丝的这个互动。所以其实这个也侧面说明为什么那些人愿意来小红书，没有去 Insta，没有去 Snap 或者 YouTube，因为他们
当尝试了，有些博主尝试了这样的一个分发机制以后，尝到红利了，他们之间也是一传十，十传百。对，而且就是你去做爆款的这个门槛儿变低了，就可能你在 ins 上，你必须要有几十万粉丝，你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爆款，因为它的分发机制跟你的 follower 是非常相关，它可能给你更高的权重，就是你 follower 越多。但是小红书就我的观察来看，我觉得它不需要你有粉丝，甚至有的人就一个 post，然后那个 post 就火了，就这个就是非常的以用户体验为导向。嗯。嗯，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美国的这些 social media，包括 Instagram，包括Facebook，包括这 Snap，其实很多的这种 social media 都在盯着这个 TikTok 这波流量，对吧？然后都没盯到。我相信这些公司其实都有在做很多的这个 marketing 的 effort，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流量导到他们自己那里去。最后看上去是一个最不可能成功的 player，获取了这个泼天的富贵。我觉得这事情本身就蛮有意思的。除了刚才那个 Caroline 所说的，这有一个美国的用户一个叛逆的心理以外，我觉得跟这个分发机制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marketing 的活，就说嘿，我这个去哪里打 campaign，怎么做 ads，怎么去找一些网红来推我们，把人拉过来，对吧？但是如果你的产品没有变化的话，因为这些产品大家其实美国的用户都用过，小红书反而没有用过，但你说谁没用过 Facebook，谁没用过 Instagram，肯定都用过，对吧？那如果在这个底层逻辑上没有任何变化的话，人家如果不愿意来，就还是不愿意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关键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你的产品需要去根据你的客户、你的 customer 来做一个互动，甚至是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对，好像像咱们那个在准备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聊到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小红书成为这个免费 app 的这个榜首，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在美对，国几乎同步，它也变成了免费 app 榜首，就是在除美国以外，很多国际的市场也变成了榜首，对吧？100多个国家。我后来确认了一下，那个数据应该是差不多最少50万，也就是么一两个礼拜之内，小红书暴涨了50万个用户。这个在美国只是在美国就50万。那这个其实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有聊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小红书的产品团队也非常快的就开始来应对如何让这些国际的用户在小红书上也能够更好的有那个来进行操作和进行一些体验。所以他们在这个英语的这个工具这一端也做了很多的迭代。那这个对小红书来讲，虽然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美国的广告主，虽然说我可能现在去小红书做广告，对我来说还是不那么有太多的帮助，因为假如说我只卖给美国市场，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出1年，或者甚至可能不出6个月。小红书应该能够留下来这些中国以外的用户，所以变成说我如果今天是一个聪明的美国的品牌商，其实我应该可以开始布局，去了解一下在小红书上这些不讲中文的博主是谁，然后等他6个月左右，小红书把这些国际用户都抓牢，它涨的时候我也涨。我也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信息，那个对，不知道然后说清其实楚了没有？对对我觉得 Carol 你提到的点，其实就是那个 monetization。现在你就对，在为这个小红书着想，就是哎，对，你这波流量，对吧？你最后落地到你的 revenue，或者你的或嗯，者是说怎么让你的这个创作者经济更加活跃在你的平台上，monetization 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是还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比如我知道您也是个广告主。对吧？然后您还是做这个 mobile app 行业的，那就肯定有很多这种 influencer 网红经济。那你怎么看小红书的这种
变现，就是他从这里有什么样的机会？你刚才已经说到，哎，有机会，那你觉得就是他怎么样才能把握好？就是下一步他怎么样做才能把握好这个机会，然后进行变现？啊，对，从产品的角度，作为小红书本身的话，我觉得咱们知道小红书它现在的业务来自于一些这个广告费啊、抽成啊等等。那这个它可以假设它可以就是用英文说 duplicate，对吧？假设它可以把它复制到英文环境，那么保守的说，应该是对他来讲之后的潜力是可以乘以二，就他现在能赚多少钱。把英文世界的这些用户如果能留住，它是可以乘以二。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小红书，从它本身的这个用户的体量啊、活跃度啊，那肯定是要适应在这些英文国家他们用户的一些喜好。其实按照他真的是运气真的很好，就是这个50多万，将近可能100万的这个全球的新用户这样涌进来。它基本上很快速的实现了一个产品的一个量化的测试，一个这个压力测试的机会。所以它只要可能不 screw up，它只要我觉得它从产品这边，它在往英文端去，就是英文用户的习惯去改的过程中，步子不要迈得太大，然后去观察一下它的主要数据，我觉得它有希望能留下来。唯一就是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双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用户来是想要看内容创作者，它最后能不能留下内容创作者，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我的初步的一个想法，对吧？就是因为小红书变现还是有点难度的，你可以有很多嗯嗯粉丝，但是如果你背后不是有强大的市场，就是做这些带货啊，或者是代言这种，因为本身小红书是不会给你发钱的嘛，不像 YouTube，你有流量它就会给你发钱，对吧？那小红书是靠市场来变现，所以这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你作为一个，比方说一个美国的博主，然后你在小红书积累了很多的这个粉丝，但是这粉丝可能很多就是中国人。那如果没有一个品牌，它的这个受众是这个特定群体的话，他就不会找你，对吧？但是美国本土的品牌可能就没办法来跟你合作，所以这可嗯。能确实是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帮助这个变现。那关键是小红书它这么多年，它也没有很急着要在变现上就是发力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确实不是它的一个重点，要不然它早就可以变现了。它就是坚持了它的调性，坚持到今天，才迎来了这个破天的富贵。所以这就是个双刃剑。你保持初心，你保持一个纯粹的沟通的一个环境，你迎来了用户，但是你怎么留住他？哎，你又得要想一些办法。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答案。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靠这个中美用户的这个友好的互动、友谊，纯粹的人民的友谊，把人留在这里，对吧？大家可能对对方的生活啊，都还有新鲜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是，比方说一个时事新闻，你会看到同时有美国的用户和中国的用户在下面评论。我觉得好多好多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了。就自从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很开放的时候有，后来慢慢的有了墙以后就很少。我觉得这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大家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中美两国劳动人民的这个看法都还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对，Tina，你那天有聊到说这个中美双方用户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你上次说对。到说，从人性的底层来讲，其实看到了很多的共通性，对吧？对，然后我可能本身比较感性，然后呢，然后我刚开始一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下面就是中国网友、美国网友的互动，哇，我真的是泪流满面，就一直哭一直哭，就感动的泪水。这个原因是我觉得你知道，就是学传播学的，你总是会对那种促进大家
美好的东西、相互交流的东西就会感觉到很开心，然后对往回拉的东西你就会很伤心。然后呢，在过去的 N 多年时间其实有不断的力量在把我们往后拉这个东西，以至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甚至有点儿放弃了，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不需要交流了，就各过各的吧，就是甚至有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咱们就像咱们都在美国很长时间，然后呢也在中国很长时间，那你就知道这两国的人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可爱的人。说实话，就是一个像中国人那么，就是他有含蓄的一面，非常 sophisticated。就是他任何一个人你拉出来，他说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对吧？表达一些很丰富的情感，哦，都能感觉到很棒。然后呢，美国就像那种很直接，大部分很直接，然后有点儿莽撞的那种，但是有点儿可爱的，就是这两种人其实是会互相吸引的。你就说在现实生活中，对吧？你有我没有的，我有你没有的，就是非常反差，但是非常可爱。但是呢，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交流，是在往后被往后拉的，然后忽然之间，爆炸性的，没有想到的，就出现了这种非常质朴的、非常纯粹的、非常底层的、最回归人类本性的，然后有 AI 的这种 translation 的支持，就大家可以，你知道，没有隔阂的，没有任何 middleman，没有任何中间人的去交流。哇，我觉得这种冲击感，就看到他们聊的话题，比如说有一个我最受冲击的是一个。美国的像阿姨一样的，就是在可能中西部那种地方，就生活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视频，他就边哭边讲。他说他上一个发的那个视频，他就跟一个中国的网友在下面交流。他发视频的时候，他喝了一杯水，然后呢有冰，然后下面的那个人就问他你在喝什么？他说我在喝这个冰水然后呢他就说我和一个人和一个网上的人有这么日常的交流，他就边说边哭，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戳中我的心，但是我觉得也肯定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觉到很感动看到这个画面。然后我的一个同事也是，他那一天就跟我说，诶，Tina，我这过去的2周都在小红书上，一个老美，然后他说的原话，他说我觉得我过去这么多年都被蒙蔽了。原来原来就是世界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善意，我从这件事情上看到的，也是我心里就是甭管他有没有赚钱，甭管他以后，我觉得这对两国的很多平民百姓。对吧？包括咱们就是这种在两个国家会都生活过的人都是起码我觉得心里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对，真的，真的，真的，我甚至有一种感觉，梦回2000年初，就那个时候刚有 QQ，那时候不叫 QQ，叫 OICQ，OICQ 之前嗯。抄的那个版本叫 ICQ，就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要世界大同的感觉，哇！通过一款软件，你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去沟通、去聊天，聊的都是很日常的。你住在哪里啊？你们那里是什么情况啊？对吧？就是聊的些非常基础的 basic 的日常的这个东西，然后大家都充满了好奇心，所有人对这个网络世界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都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也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东西就像刚才 Tina 说的，慢慢的、慢慢的就隔开了，然后就慢慢的大家也不觉得需要去跟外面人交流，直到突然小红书这一刻，突然的一个意外的情况，大家又涌进来，我真的就有种梦回20多年前的感觉，就是那个互联网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都对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愿望和好奇的那个时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很关键，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这个 translation AI 的 translation，对吧？但其实，小红书的这个 AI translation 是后面才加的嘛，就是它涌入了人来了以后才加的。
这里面背后的那个大功臣其实是谁呢？其实是 TikTok 字节做的那个剪映。因为剪映它有一个非常 basic 的功能，就是你录一段视频，它用 AI 给你加中英双语字幕，什么语都可以加哈，不仅仅是中英双语，它什么语言你都可以加，你可以选。所以这就是让这些人最开始能够跟中国的网友进行交流。如果没有剪映在背后，就一帮老外冲进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中文字幕，怎么跟中国的这个网民沟通呢？对吧？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字节是大功臣，他做了很多技术性的工作，让这种交流成为可能。我觉得也要给这个字节一些 credit，虽然他这个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产品的角度，其实就是这样，你得想，真的是想好如何能够促进不同的这个用户之间的这个互动，才能够想办法留住这些 customer。呃，你们对未来怎么看？因为有可能 TikTok 虽然说是这个延迟了，对吧？但是也有可能最后谈不拢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因为美国要价50%的股份嘛。对吧？所以你们觉得，就照目前这个形势发展下去，我不管 TikTok 是最后是被禁还是没有被禁，你们觉得小红书以后会演化成一种什么样的生态呢？我的想法是，我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啊，有时候会去看这些不同的平台。我知道小红书它一直在 struggle 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小红书种草，在别的平台去真正购买，这个购买。所以小红书其实在整个生态这个系统里面，就是做了最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并没有拿到它应有的这个价值这边的一个变现，所以它可能自己作为一个平台，呃，流量现在 hopefully 不是他现在最担心的问题。那我希望看到的是小红书能够真正，他也尝试过好多种，对吧？小红书自己做自营啊，或者干嘛。就是我希望小红书能找到一个，让它作为一个平台，能够，平台本身能够变现，而且能够跟它的博主产生一个深度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衔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有聊到，我希望看到小红书能够真正成为，就是非中文国家以外的这些市场，也许不是100多个国家你都成为头部，但如果你能留下这其中的几十个，其实我觉得对他未来的成长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小红书其实发现的一种和博主合作的关系，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种关系，因为它让博主在这边做种草内容啊，然后以及本身它的这个审核也比较严呐、它就让粉丝跟博主之间的关系粘性是特别强的，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好的优势。他如果能有办法能够可能在商业上面，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这个荷包啊，但如果他愿意，其实我觉得他有希望能够考虑，甚至做一些 acquisition，把本地类似的这种平台直接给吞下来，然后延展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反正我还蛮看好的，我觉得，从我来展望未来，我觉得对他来讲，这一次有泼天的富贵。下次不一定有，但是细水长流，它也还是蛮有前途的，嗯这是我的想法。Tina，你看呢？我觉得你刚才好几个点都说的特别好，其实我都没有想到，就是比如说，能够成为非中文国家的一些头部，它确实是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这个潜力，就是给大家展示了它的潜力。这个基础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有这个基础的。然后我可能就是想从 branding 上面说，就是品牌上面说，我觉得这一次 TikTok 当然走了又来，对吧？但是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是 mixed feeling。就是感觉你这个是一个 show，还是你真的是吧？面临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但是看到然后呢，Meta 也没有从这里有什么
出挑的，或者是别的 social media，唯独小红书，我觉得它是无论是在中国的市场还是在全球的市场，它都收获了很好的 reputation。就是它是那么不急不躁的，然后就是给大家服务的一种感觉啊，然后呢，接纳不同的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呃，我觉得这个价值是蛮大的。然后它究竟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只做中国还是做个全球市场，我觉得可能很难讲啊。但是我觉得他珍惜自己的羽毛，坚持他的初心，包括我也是通过小红书认识了好多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在我做小网红的时候，对，我觉得真的是他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他如果不缺钱的话，就坚持下去也挺好的。哎，这是我们这个归根结底会发现，世界大同的东西，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价值观，什么共产主义也好，民主也好，大家虽然都两方阵营都叫的声音都很大，但你会发现最后所有人最关心他们的价值观，最关心的就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生活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是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哪个政体下面的人能够达到的最大的一个公约数，就是 everybody is living a better life。这个嗯。才是真真实实的可以共通的东西，可以让所有人能够互相感同身受、互相交流、互相认同的一种价值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我的启发是更大的，就是很多台面上的口号，它仅仅是口号而已，最后的回归生活，你会看见大家所真正关心的东西，还就是你身边的这个日常，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这个生活。所以我当然是希望小红书能够趁这波东风吧，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对吧？这么100多个国家当上了个第一名，能够借此机会让中国的这个人民跟全世界的人民有一个沟通的渠道，或者是甚至是互相聊天的渠道，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在当下的世界政治大环境下，这多么难得啊！我觉得，我甚至都担心他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是我希望他可以一直做下去。对，我其实有去研究，我刚刚说，我常常研究这些平台他们的这个业务模式啊等等。据我了解，小红书现在应该是有大概 profit 可能，因为它是毕竟还是 private 嘛，但是据某些数据反映，它应该可能会有好像10亿美金的这个 profit。所以嗯。其实业务模式还算是 healthy，它并没有一个非常 urgent 这个需要去一定要增加它的这个创收。当然，咱们中国的企业外面不卷也自己卷，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在往前卷这个效率啊，然后收益啊的这个过程中，的确就像两位说的，不要忘记初心。初心是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这个有了小红书之后，对吧？很多时候大家都真的感觉说，哎，以前没有想到，比如家里可以这样装饰啊，发饰可以这样做啊，等等，真的都是一些特别 basic，让生活变得更有质量的东西。勿忘初心。太棒了。好，好，那今天感谢两位，我们这个有非常有深度、有这个科技含量的这个讨论哈，最后我们还上了点价值，还有温度，喝很有温对，度的这个有温度。讨论。好，那感谢两位的时间，那我们有机会我们下次再接着聊啦。好的，好的，谢谢左友，谢谢 Tina。谢谢 谢谢 Caroline，谢谢 Carolyn，Tina，谢谢谢，谢造友。好，拜拜。